1993年10月3日，東非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此时的溫度高達38攝氏度。你作為一名美軍三角洲特種部隊成員，正坐在顛簸的 MH6 小鳥直升機邊緣艙門處，腳下是漫天黃沙，密密麻麻的貧民窟，而你的任務聽起來像是一場郊遊，下去抓捕軍阀法拉赫·艾迪德的2名高級副官，上車回營地吃晚飯。时任指揮官威廉·加里森少校給出的行動時間表示，預計半小時結束戰鬥。然而當時的你絕對沒有想到，這場代號哥特蛇的抓捕行動，最終將演變成一場長達15個小時的血腥巷戰。2架昂貴的 UH-60黑鷹直升機在行動中當場被 RPG-7火箭筒相繼擊落。這支由美軍最精銳的三角洲特種部隊以及陸軍第75游騎兵團組成的100多人孤軍，後面會陷入了數以萬計極端分子的包圍圈。19名美軍陣亡，73名重傷，成為美軍自越戰以來遭遇的最慘烈近戰肉搏。而這就是雷公·雷德利·斯科特在2001年執導的《黑鷹墜落》中的劇情。這部電影當年一經上映就勇奪當周票房冠軍，隨後更是蟬聯了3周。下映時全球票房已累計1.7億多美元，並在4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大放異彩，連續提名最佳導演和最佳攝影。實際上，這部藝術和口碑雙豐收的軍事戰爭片改編自美國作家馬克·鮑登1999年出版的書籍《黑鷹計劃》，其原型源自1993年的摩加迪沙之戰，現實中發生的事要遠比電影更荒誕殘酷。今天我們就用放大鏡撕開這部現代戰爭電影神作背後那些驚人的戰術細節與武器裝備。看完今天的視頻，你或許會忍不住感嘆，你從未真正看懂黑鷹墜落。不少看完電影的朋友應該對士兵們攜帶的頭盔印象深刻，甚至劇組還特意做了一張士兵佩戴頭盔的經典海報。為什麼導演這麼在意頭盔？因為想在混亂的黃沙和戰火中區分常規的游騎兵和頂級的三角洲，就得看他們頭上的裝備。普通的游骑兵士兵頭上戴着的是当时美軍標配的 M88 凱夫拉防彈頭盔，這種頭盔厚重寬大，能提供不錯的防破片保護，但在悶熱的東非戰場上佩戴體驗極其糟糕。更致命的是，寬大的帽檐嚴重遮擋上方和兩側的餘光視線。再看三角洲隊員，他們頭上戴的是商業品牌 Protec 生產的半盔式滑板或攀岩頭盔。特種兵戴民用滑板盔上戰場並非嫌命長，這涉及當年特種作戰的核心理念：絕對的速度與視野。在1993年，輕量化戰術防彈頭盔還未面世，老式的凱夫拉頭盔太重，在進行高強度 CQB 鎖降以及在狹窄的直升機艙內活動時極其笨重，且妨礙戰術動作。对於講究先敵開火的三角洲隊員來說，防彈是次要的。在近距離遭遇戰中，如果被 AK-47的 7.62 毫米步槍直射，當時的頭盔根本防不住。他們需要的是一款輕便、能防止在直升機顛簸和破門時撞破腦袋的防撞盔。Protec 滑板盔完美契合了這個需求，重量極輕且方便佩戴碩大的戰術通訊耳機。這個細節精準刻畫了三角洲部隊將機動性置於絕對防禦之上的特戰邏輯。電影中還刻意表現了一個戰術動作細節，彰顯了游騎兵和三角洲在戰術素養上的天壤之別。游騎兵士兵在探出牆角射擊時，無論左右牆角，幾乎清一色只能把槍抵在右肩。這是因為在當年標準的美國陸軍新兵訓練大綱中，教官只教最基礎的強手抵肩射擊及右手射擊。這種死板的肌肉記憶在城市巷戰中無疑是致命弱點。當士兵需要從左側牆角探出頭射擊時，如果應用右肩抵槍，大半個身軀和頭部必須先暴露在掩體之外，在交叉火力密集的街道上就是一個活靶子。反觀三角洲隊員，他們在废墟中穿梭交替掩護時，到了左牆角瞬間把槍換到右肩，用左手扣扳机；到了右牆角無縫切换回右肩。這種左右手互換射擊戰術在1993年是特種作戰領域的高階技能，不需要台詞，僅幾個射擊姿勢的特寫就把三角洲部隊頂尖戰爭機器的肌肉記憶展現得淋漓盡致。除了頭盔，士兵的武器也很值得細聊。在雷公的堪称洁癖的細節把控下，黑鷹墜落已經成了一部90年代初期美軍轻武器的紀錄片。游骑兵部隊手中絕大多數是標準版的 M16A2 突擊步槍，少部分人在槍管下方掛在了 M203 榴彈發射器。M16A2 精準度極高，但在摩加迪沙的狹窄小巷裡卻極其吃虧。它的槍管長達20英寸，加上固定式槍托，整體尺寸過長，在狹窄的樓道轉身或在悍馬車內向外射擊時，极易發生物理干涉。更致命的是火力持續性。M16A2 為了節省彈藥，取消了全自動連發功能，只能单發或3發點射。面對如潮水般悍不畏死的索馬里暴徒，這種火力壓制力顯得捉襟見肘。再看主角團三角洲隊員的武器，原著小說和歷史記錄中，他們主要使用 C215 系列。道具組考究的還原了2種核心型號 M727 和 M733。M727 是科尔特公司為美國海軍生產的卡宾槍，帶有 M16A2 的不可拆卸提把，但它擁有極其狂暴的全自动连发功能。更重要的是戰術配件，
在沒有皮卡迪尼導軌的年代，三角洲隊員用簡陋的工業水管卡箍將碩大的強光手電筒強行綁在槍管下方，提把上方安裝了当時堪稱黑科技的 Endpoint Comp 反射式紅点瞄準鏡。普通步兵还在死磕机械瞄具，需要3點一線必下单眼瞄準。三角洲已經開啟了雙眼睜開、紅點對準及開火的光學瞄準時代。在瞬息萬變的巷戰中，這0點幾秒的瞄準優勢就是生與死的界限。另一把 M733 則是更加極端的超短管型號，犧牲旅程射程，換來了在直升機艙和室內極佳的操作靈活性。游骑兵中偶爾有軍官使用 M733，但槍上沒有任何光瞄和戰術燈，配件的有無直接劃分了特種兵與常規步兵的裝備代差。電影中，加里戈登與蘭德爾·舒加特為了保護墜毀的超級64號直升機駕駛員杜蘭特，兩人自願降落到成千上萬暴徒的包圍圈中，在陣亡後被追授國會榮譽勳章。戈登手中是一把加裝了大型消声器的 M733 卡宾槍，配備紅點瞄準鏡。在極其嘈雜的戰場上，消音器改變了槍聲特徵，極大延緩了敵人鎖定失手位置的時間。而舒加特手中的武器是全片中唯一一把 M14 自动步槍。真實歷史中，美軍當時使用的是基于 M14 改装的 M21 半自動狙擊步槍。為什麼在1993年的頂尖特種部隊裡還會出現這把越戰時期的老古董？這當然不是因為美軍缺錢只能用老貨，而是因為 M16系列和 CR15 發射的是 5.56 毫米小口徑步槍彈。在摩加迪沙巷戰中，三角洲隊員發現 5.56 毫米子彈容易發生過度穿透，而 M14 發射的是全威力的 7.62 乘51毫米北約標準彈，動能極大，停止作用极其恐怖，一發命中不僅能瞬間制殘目標，還能輕易擊穿索馬里武装皮卡車的薄鐵皮車門和土磚牆。長短槍搭配，大口徑負責中遠距離重火力點名，短槍管負責高射速近身壓制。這兩把槍交替開火，在直升機殘骸旁撐起了最後也是最悲壯的一道防線。而在步兵火力支援方面，電影展現了2款經典武器。第一款是 M249 半用轻机槍，電影中出現的是早期骨架折疊槍托版本，槍管上甚至沒有防燙護熱罩。雷公刻畫了一個很小的細節，機槍手使用的是罕見的圓形帆布軟質彈帶，而非標準的方形硬塑料彈盒。軟質彈帶重量更輕，且不會在跑動時發出塑料碰撞的異響，符合特戰隱蔽接地的需求。第二款則是越戰老將 M60 通用機槍。在最初的作戰計劃中，加里森少校計劃讓黑鷹直升機在奧林匹克飯店4周悬停鎖降，布置 M60 和 M249 機槍陣地，形成封閉的火力殺傷網。但計劃趕不上變化。電影中，游騎兵新兵布萊克本在鎖降時，因直升機躲避 RPG 火箭彈猛烈擊動，直接從高空大頭朝下摔落重傷。但在真實的歷史中，黑鷹墜落的真相卻並非這麼悲壯。布萊克本正是機槍小組的彈藥手，身上掛滿了沉重的 M60 子彈鏈。墜落並非直升機機動導致，而是他自身負重過大且操作失誤，未能抓緊滑降鎖。這起突發重傷事件直接迫使地面悍馬車隊提前進場轉移傷員，徹底打亂了整體作戰部署，也拉開了死亡飆車的序幕。這支悍馬車隊同樣值得聊聊。車隊防線的核心支撐是車頂架設的 M2HB.50 口徑重機槍，這款發射 12.7 毫米重機槍彈的武器威力驚人，能輕易撕碎沿途的武裝皮卡。但問題在於，當時美軍配發的悍馬車完全是輕薄的鋁合金車體，設計初衷只是為了取代吉普車的高機動越野，壓根不具備防彈能力。面對街道兩側居高臨下的 AK-47 掃射，鋁合金車門被輕易打穿，車廂內血流成河。而站在車頂毫無遮擋操作 M2HB 的機槍手，更是成了敵方集火的首選活靶子。这場慘痛教訓之後，直接促使美軍戰後全面研發和裝備加裝重型裝甲版的 M111-4型裝甲悍馬。回到電影，戰鬥已經持續到了夜晚，美軍依舊被困在錯綜複雜的建築之中。如果你是部隊指揮官，該如何將你的士兵拯救出來？龐大的黑鷹直升機已經墜落，很顯然，現在唯一能在空中進行支援的戰機，便只剩下了 MH6 特種運輸直升機和 A16小鳥輕型攻擊直升機。駕駛這些直升機的不是普通的陸軍航空兵，而是美軍中最神秘、最頂尖的王牌飛行部隊——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团，代號夜行者。普通觀眾可能覺得直升機在城市裡飛來飛去沒什麼了不起，但你仔細看電影裡小鳥直升機的動作，在抓捕行動一開始 ，MH6 小鳥是直接降落在目標建築及其狹窄的街道上，甚至是屋頂上的。主旋翼離牆壁的距離只有幾米，甚至幾十厘米。在夜間戰鬥打響後 ，AH6 輕型攻擊直升機可是上演了教科書級別的近距離空中支援。當時被困在超级61墜機點的游騎兵，周圍被成千上百的武装分子包圍。因為距離太近，游騎兵只能在屋頂上放置紅外頻閃燈來標記友軍位置。這種閃光肉眼看不見，只有帶着夜視儀的飛行員才能看到。
AH-6攻擊直升機就在完全黑暗的夜空中沿着街道俯衝，憑借着机头的紅外夜視系統，使用机身兩侧掛载的 M134 7.62毫米6管转管机枪和70毫米火箭弹，对着距離美军阵地仅10幾米外的极端分子进行扫射，机槍射速高達每分鐘数千发。沒有 D160航空團這種極其變態的夜間貼地飛行和精準射擊能力，被困在城裡的美軍根本熬不到天亮，早就被敵方的人海戰術徹底吞沒了。既然提到小鳥，那麼就不得不回到電影真正的主角上面來——黑鷹。這部電影叫《黑鷹墜落》，但大家有沒有想過，極其簡陋的蘇制 RPG 火箭筒憑什麼能打下裝備着先進雷達告警和紅外誘耳彈的美軍王牌直升機？首先 ，RPG-7 原本是用來打坦克的反裝甲武器，而不是防空武器。它没有制导功能，打出去就是一条直線。用它來打在空中高速飛行的直升機，命中率極低。但在摩加迪沙，索马里民兵发现了一個漏洞：美軍的黑鷹直升機為了掩護地面所降的士兵，必須在街道上空進入低空懸停狀態，這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固定靶。而且民兵們知道直接命中機身很難，於是改變了 RPG 火箭彈的引信設置，通過改裝引信，讓 RPG 火箭彈在飛行到直升機附近時，在空中發生空爆。利用爆炸產生的密集破片去殺傷直升機最脆弱也最致命的部位尾槳。在電影中，無論是超級61還是超級64，他們被擊中後都不是瞬間爆炸，而是尾部爆出一團黑煙，隨後直升機開始瘋狂的原地打轉，最後失去升力墜毀。這裡也埋着雷公的魔鬼細節。在空氣動力學上看，直升機的尾槳是為了抵消主旋翼產生的反扭矩，一旦尾槳被 RPG 的破片打飛，直升機機身就會在主旋翼反作用力的帶動下瘋狂自轉，飛行員根本無法控制，只能眼睜睜看着這架重達10噸的鋼鐵巨獸砸向地面。電影的後半段，為了拯救被困在城裡的游騎兵和三角洲，美軍第10山地師組織了一支龐大的救援車隊殺入城內。這段熱血的不像話，但這段劇情對真實歷史進行了一定的美化和淡化。真實的情況是，當時的駐索馬里美軍指揮官加里森少將手裡根本沒有重裝甲部隊，這也是導致抓捕行動失敗的另一個核心原因——輕敵。當時華盛頓的高層認為派坦克去索馬里會顯得太具攻擊性，不利於維和形象，所以拒絕了前線指揮官請求派遣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和 M2 布雷德利步兵戰車的報告。當兩架黑鷹墜毀，悍馬車隊被打殘後，指揮官才發現他們手裡的輕型車輛根本衝不進暴徒成群的墜擊點。為了救人，美軍只好去向駐紮在當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求救。電影中匆匆閃過的大型白色裝甲車，其實是馬來西亞維和部隊的禿鷹4輪裝甲人員輸送車，而那是重型坦克，則是巴基斯坦維和部隊的 M48 8噸主戰坦克。最後，我們再來扣一個極其致命的單兵裝備細節，也就是在治安戰中決定士兵能不能活下來的關鍵——防彈衣與單兵攜行具。在電影中，那些赤膊上陣或者穿着破爛襯衫的索馬里民兵身上只掛着一種東西——蘇式胸掛，最經典的就是用來裝 AK-47 彈匣的肚兜。他們沒有任何防護，全憑一種名為卡特草的草麻痹神經、悍不畏死的衝鋒。而美軍這邊則展現了90年代初期特種部隊的奢華裝備，三角洲隊員身上穿的是游騎兵防彈衣的特戰改进版，或者是黑鷹公司早期的戰術背心。這些防彈衣裡面插着沉重的防彈陶瓷板，能夠抵擋 AK-47 子彈的直射。電影中有一個特寫，一名三角洲隊員的後背中了一槍，他只是踉蹌了一下，站起來拍拍土，繼續戰鬥。如果放在普通步兵身上，這一槍絕對是穿胸而過的致命傷。但在這套奢華的裝備背後，卻暴露出一個致命失誤：缺水。行動前，因為預計只打半小時，大部分游騎兵和三角洲隊員為了減輕負重，拆掉了防彈衣上的後背防彈板，並且把掛在裝具上的軍用水壺和水袋全部扔在了基地，甚至連夜視儀都沒有帶夠。當戰鬥拖延到下午，甚至深夜，在接近40度高溫的沙漠城市裡進行高強度的生死搏，美軍士兵除了流血，還在瘋狂地流汗脫水。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士兵們舔舐空水壺，在廢墟裡尋找水源的絕望場景，甚至連傷員進行急救時，醫療兵連沖洗傷口的水都拿不出來。總的來說，黑鷹墜落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悲壯的慘案，從直升機的戰術漏洞到夜間 CES 支援的恐怖壓制力，從被雪藏的裝甲力量到致命的單兵減重失誤，各種意外最終釀成19死73受傷的重大傷亡。但它給美軍帶來的又是否只是失敗？黑鷹墜落後 ，M111 型裝甲悍馬橫空出世，模塊化防彈衣如攔截者 IBA 系統和新一代的防彈頭盔如 MICH 系列開始全面普及，城鎮戰術與聯合兵種協同，讓直升機不再成為活靶子。接下來，美軍更是大力吸取過度依賴地面情報導致行動撲空的教訓，逐漸建立起全球領先的無人機偵察網絡，這才有了今年蘇通馬杜羅精準清除哈梅內伊的壯舉。
黑鷹墜落了，但它並未一直墜落，正相反，它帶給了美軍大量寶貴的失敗財富。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就是美軍始終領先世界軍事30年的秘密。好了，今天的視頻到這兒就結束了。整理電影資料不易，感謝大家的點讚、轉發和評論，我們下期視頻見。